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面临要选择一个大龄剩女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她是不是可以娶回家的呢？我们常常说大龄剩女啊，性格有问题，认知也有一些问题，拜金、刁钻、古怪。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咱也不能以偏概全，一棒子全部打死掉。其实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她是可以娶的，基本上啊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才行。首先，你们出去约会的时候，他会比较懂分寸，会在花费上愿意跟你一起分担，不会对你的买单行为表示理所当然，并且他也不会介意约会场所的档次高与低，不会太虚荣，也不会因为你哪个细节做得不到位就给你摆脸色，让气氛变得尴尬。另外呢，要观察他的消费观。如果他一个月就挣8000，恨不得他要买套衣服，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这样的肯定不行，基本上就是个月光族，根本不会管理财务。一个大龄剩女如果这样超前消费，估计她也不会有什么存款的。这种女人娶回了家呀，那肯定就是一个败家娘们了。你有一座金山也不够她挥霍的，这种人啊就是拜金女，绝对不能娶。第三呢，你看他在各种生活细节上是不是挺能照顾别人的感受啊？如果他只考虑他自己舒不舒服，不管别人乐不乐意，那他一定是个很自私的人。这种人是没法在一起生活的，你们就算在一起，你也很难融入他的世界。他读惯了，他不会照顾别人的。往往啊，这种人情商还很低的，他说话会很直，容易伤人，甚至啊很情绪化。这一类就是属于性格古怪的，你敢娶吗？你娶了他，那你今后人生中的风雨可能都是他带来的。最后呢，就是交往中他会比较积极主动，回复信息也会很快，偶尔也会主动的约你，不会总是说自己很慢热，也不会让你追得很累。你给他送个礼物，他一定会回馈你一个惊喜，并没有占你便宜的心理，并且对于婚姻他也有理性的认知，能够接受生活的平淡和爱人的平庸，不会拿你和别的男人去做比较，不会抱怨你挣钱太少，他也不会天天的天马行空幻想和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反之，那是不能娶的，否则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的，活脱脱的精神病。如果一个男人你因为年龄大了，你不得不面临要选择一个大龄剩女结婚的话，你要不想以后一地鸡毛啊，那你一定得认认真真的考察他的这些方面，你才能避免以后啊离婚的可能。你们觉得对吗？今天呢，有个男生跟我说啊，他从29岁就开始相亲了，一直呢相到了现在35岁了。中间呢，他谈了2个，但是都没有成。他现在真的是啊，都不想追女生了，甚至呢，他都有点厌恶女生。要是不是家里边催啊，别说让他结婚了，就让他现在谈个恋爱，他都嫌好麻烦。我呢，看他真的是弄得挺痛苦的啊，我就跟他分享了几个我做红娘以来啊总结出来的一套相亲中的规则。不听的别后悔啊，你到外边啊，可能花钱你都听不到。第一条呢啊，相亲对象基本上是不用你去追的，那种能让你费劲巴拉去追的啊，看你表现的，那基本都是不怎么喜欢你，或者呢就是想吊着你，把你放他的鱼塘里先养着。你呢就别天天跟舔狗似的啊去讨好人家啊，不用，真的没必要。因为喜欢你的女生她自然会跟你互动的很好，她也会主动找你，你呢就别做那些舔狗的事儿了啊，最后呢只是感动了你自己罢了。当然了，你主动的去关心对方，积极的去表现，这个肯定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有度啊。但凡见面3次以上都不让你牵个手啊，碰都不让你碰一下，真的你就放弃吧。2个月了还不肯跟你确定关系的，你也别浪费时间了，知道吗？不合适。这第二呢，相亲啊，你千万不能啊总想着找个特别满意的。这个世界上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不要总是抱着那种幻想啊，能找个温柔的、漂亮的、善良的、贤惠的，上的厅堂还下的厨房的，最好呢还家境好、学历好啊，而且呢还会挣钱，这样的女人最满意。我觉得啊，这种的怎么还会流落到相亲市场里来呢？早就被别人下手了。所以你要懂得啊，权衡一下的。如果一个姑娘她在长相、性格、家庭背景啊，包括她工作这4个维度当中，她占了2-3个点，那就已经是很优质的对象了。如果在你的眼中这个女人已经完美的不行了，
那我估计啊，你根本就配不上了。所以啊，想找一个合适的，真的都比登天还难的啊，那就咱们就不要那么挑了，对不对？就不要那么幻想了。第三个呢，就是在约会多次以后啊，这个女人呐，一次都不给你花钱啊，一次都不愿意买单，那你就要谨慎选择了。你要是钱多烧的，那随便啊，对吧？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女人，你呀，趁早远离。毒鸡汤说啊，你不给她花钱就是不爱她。我呢虽然不完全否认这个，但是男女其实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你看那个舍得给你花钱的女人，那也是真爱。只不过呢，这个事儿啊，不只是针对男人的。第四点，如果交往过程当中，对方总是在嫌弃你这儿，嫌弃你那儿，经常看你不顺眼啊，看你不爽，动不动还打压你一下，比如说，嫌你工资低啦，啊，个子不高啦，或者说你房子太小啦，反正种种之类的。但是他嫌弃完了之后呢，还是愿意跟你保持关系，这种的啊，十有八九啊，你就是被人家吊着的啊，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别上杆子啊，跟没见过女人似的。人家呢，那就是感觉特别优越啊，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但是呢，又暂时找不到条件更好的，先稳住你吧，对吧？这种的呀，你就自己看着办啊。这第五个啊，一定要了解一下他的原生家庭和他平时的生活圈子，特别是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有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遇到个妈宝的啊，或者伏地魔呀，哦，那你真的掉进无底洞了。还有啊，她身边的闺蜜是什么类型的？记得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胡乱的结婚真的是啊，你还不如保持单身呢。虽然不结婚很另类啊，也不太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但是最后说一点，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建议你们还是要找一个啊自己喜欢的，最起码呢相处舒服一点的人在一起吧。大龄的生男生女们真的也不用太焦虑了，结婚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你们说对不对？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物质女呢？导致了婚恋市场啊充斥着一种交易的味道，搞得现在的女生啊都变成了大龄剩女，宁愿高质量的单身，她也不想要低质量的婚姻了。而男生呢，干脆躺平，不谈恋爱，不结婚。有的人说啊，这是多年的资本运作释放毒鸡汤啊，刺激男人为女人买造成的。刺激经济雄起之后的后遗症就是现在的婚恋现状。但是依我看啊，这真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资本只不过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真正的幕后黑手啊，是我们的教育。我记得在20多年前啊，就有人在倡导啊，一定要富养女儿，穷养男孩。这个概念呢，改变了很多人的认知，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视频啊，刷爆了全网。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为了买苹果手机，跟她的父亲要8000块钱，而她的父亲啊拿不出来这笔钱，她呢就把刀割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啊，威胁她父亲，最后导致了这个父亲啊要喝农药去自尽啊。这位父亲就是一直以来他都是尽量要满足女儿的物质需求的，导致他最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我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啊被富养长大的女生，她们找个对象真的是挺难的。知道为什么吗？虽然当初倡导这个观念的人说的要富养女儿，指的是啊培养女孩子的气质，让她呢得到更好的教育，让她看到更好的更广阔的天地，增加她的阅历，丰富她的内涵，培养她独立和开阔的眼界。只可惜啊，很多的老百姓啊都误读了这个信息，他们认为的富养就是字面意义的富养了，结果导致女孩们啊从小对物质的需求就会得到回应和满足的，以至于这些姑娘啊长大以后啊要面临着结婚，要从原生家庭啊走出去，去到另外的一个家庭里，她呢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希望这个婚姻啊，仍然能够像他原生家庭那样，可以去满足他所有的物质欲望，不想受一点点的委屈啊。所以呢，他们但凡有一点资本啊，就都想找一个经济条件很好的人结婚。哪怕没有什么资本的女生，也都天天在憧憬着遇到个霸总爱上他。不然哪来的那么多田园女啊，普信女啊？他们不接受婚姻带来的贫穷，或者说物质上的匮乏，
都想不劳而获，让他们过那样的生活，简直就是生不如死。而男生们啊，都是穷养长大的，很难理解女生怎么那么没有金钱概念呢？花钱如流水的习惯，经常让他们瞠目结舌，不敢苟同。在我的工作中，听到男生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感觉啊，我们的消费观不太一样。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绝的女生非常非常多。所以物质欲比较强的女生，实际上啊，她是很难遇到一个跟她价值观完全契合的男生的。即便是有很多有钱的人啊，内心里啊，其实也是看不起这一类女人的。你们觉得是这样的吗？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儿啊，我来聊一聊。今天上午啊，有一个89年的男生啊，来我们这儿呢咨询一些相亲的事儿啊。正好呢，有一个93年的女生呢也在这儿。这个姑娘呢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啊，就那个声音啊分贝特别高，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就听到她在电话里边啊大声的数落她的前男友。她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连20万的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上班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用？你自己喝西北风，你还想带上我呀？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你不想付出就想娶我呀，门都不会有的。还有啊，你们家那个房子才60-70平，让你加个名字，给我点安全感，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啊！没有能力结婚，就别做白日梦了，以后啊，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他挂完电话之后啊，那个89年的男生啊，正在旁边填写信息。这个女生呢，就偷偷的凑过去啊，看了一眼，转过头就跟我说啊，你看这个男生的条件啊，我就特别满意的。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呢就拿过那个男生啊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啊，185的个子啊，美国海归硕士，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男孩呢自己年收入60多万。然后啊，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了啊，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男生说啊，我想找个95后，身高呢1.68米以上，最好是北京本地人，硕士学历，长相漂亮点的。我结婚是不讲究彩礼什么的，如果女方那边要提彩礼的话就免谈了。另外我们家房子挺多，但是啊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所以我也不可能给我的老婆加名字，最好她自己呢也有房子。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看见旁边93年的这个姑娘啊一脸的尴尬啊，因为她没有一条是符合对方要求的。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她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啊，她居然就厚着脸皮啊上去要这个男生的微信。男生说就别加了吧啊，我呢对你这种普信女一点兴趣都不会有，你倒贴给我都不会要。你们看看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姑娘啊被狠狠的打脸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个相亲真相吧，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长相、学历、家境各个方面你都很满意的时候，这个人他100%是看不上你的，你信吗？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比如说啊，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啊，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啊，年收入1000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啊，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啊，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啊，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啊，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1000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啊，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啊，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
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这个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她什么都不想付出也不想努力，他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这红娘做久了真的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那结婚的话得先给她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她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她，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她，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她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她还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她。我当时听了这话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道德很沦丧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十倍都不止。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居然点赞几十万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那些30-40岁的女人也跟着起哄懊悔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毁三观。这满屏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这些丑恶的灵魂怎么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的。这些丑恶的嘴脸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呢，这些渣男跟这些渣女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劳而获的人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攻心计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几十万的点赞如此庞大的数量，这种丑恶的势力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极端女权主义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那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女性在婚姻当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他们说女性一定不能沦为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还有呢，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所以女性照顾家庭、带孩子、做饭，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
如果按照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创造的价值来讲，男性啊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所以说，聪明的男人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而且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你以后有一个老婆啊，你就烧高香吧啊，别拎不清了。另外，孩子生出来那也是跟男人姓啊，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吗？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它绝对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认为不结婚不生孩子，有能力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那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虽然说啊，我也是个女性，但是我必须说，极端女权主义那就是一场阴谋，它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那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给男人当佣人，那么你出去工作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他让你认为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照顾家庭，那是在被奴役，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个不是扯淡吗？生个孩子跟男人姓就对你不公平，那你可以加上你的姓啊。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的，以后要管你叫妈，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说婚姻当中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到底体现在哪里啊？你是给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吗？还是给男人带来了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或者说你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说你认为你赚的比男人多，你就觉得凭什么老娘要伺候你呀？那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啊，那是不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人比女人挣得多，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应该乖乖的伺候男人呢？所以极端女权主义它是自相矛盾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在婚姻当中男女不应该对立，女性呢是否有自我并不取决于她是一个全职太太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其实全职太太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家人他也就能明白，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去她该去的地方，你们说对吗？别再问我离婚了好不好找啊，二婚的人啊，不论男女，想再找个对象真的是太难了。女的吧总想再找个男人去依靠，但是男人找她吧，大多数啊就是想睡睡觉。二婚的女人心气儿往往还挺高的，没钱的她不要，有钱的她又够不着。好不容易遇到个知冷知热能舍得给她花点钱的男人吧，可能人家又是个有家室的。女人还是不甘心，越嫁越差，那眼光呢总是往高处看的，带个孩子呀还做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美梦。所以啊，二婚的现状是这样的，男的没钱，女的不想要，女的年龄大了，男的不要，男的有钱呢，女的又够不着，女的有钱吧，心气儿还挺高，女的长得不好看，男人不会要，男的没啥大本事，女的不想要，离了婚没有孩子的不好找，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呀都没有人要，条件好的不考虑他，条件差的一听有孩啊就放弃掉。女的想的是，你要是肯给我花钱还对我挺好，那我可以考虑考虑。男的想的是啊，那我要是给你花了钱，你又反悔了，我哭都没地儿去。男女双方都是走过弯路的人，都吃过一些大亏啊，大家呢都长了360个心眼，各想各的利益啊，各算各的账，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你也是个离婚的啊，你还打算找还是不找啊？你们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找一个人结婚也是容易的，但是他俩要在一起过几十年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北上广现在离婚率有多高吗？90后都已经达到了50%几了，这么高，真的呀。但是这个事儿吧，还真不怪这些孩子们。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拿90后的生活环境来讲，一个独生子女，从来都没有跟别人一起合作生活过，从小啊都是父母宠大的。会做饭吗？会做家务吗？会照顾别人吗？会理解和包容吗？小的时候啊，很多事儿都是父母给他包了。大学的时候吃食堂，工作了点外卖，有了孩子交给父母带。如果你们家是一个儿子，你觉得你儿子应该结了婚自己洗碗做饭刷锅吗？你如果生的是个姑娘，嫁给人家家了，你认为她就该洗碗做饭刷锅吗？也觉得不应该。咱家那都是宝贝，是小公主。
干嘛嫁到你家里就得给你刷锅洗碗做饭呢？就这点事儿谈不拢啊，都能离婚的。比如说点个外卖，两个人啊还得计较一下谁去开门拿，他们啊谁都不愿意离开那个床，离开那个房间，手机才是伴侣啊。到洗手间觉得好像要去边疆啊，然后呢出门拿个东西啊，简直就是出国了。你看啊，他们都是这样分的，都没有什么大事儿，就为谁去开个门把这饭拿进来都能打上一天。有时候很快啊就上升到要找父母去评理，父母当然为自己的孩子鸣不平了，他们一掺和一搅和，那不就打得更厉害了吗？所以啊他们都是这么离了的啊。真心讲，这代年轻人啊读书工作都很聪明能干，就是这生活呀真的不够独立，过得一团糟。你们觉得呢？这样离婚率能不高吗？